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内海聪医生所著的《医生教您致命的饮食与健康的饮食》这本书。本书的作者内海先生在进行演讲时，经常被观众们问到：内海医生平时都吃些什么呢？正因为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所以他决定写到书里面去。对于关注饮食的人来说，这些建议可能会显得稀松平常，而对于完全不在意饮食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难以做到。这正是现代信息差异巨大的体现。现如今，身体不健康的人和总是找各种借口的人，通常都不太关注饮食。在这个可以通过网络和 YouTube 轻松获取各种信息的时代，有些人会主动关心自己的健康，积极去获取各种信息去实践，而有些人则是继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日本人过度饮食却营养不良；第二，牛奶的黑暗面；第三，食品添加剂的黑暗面。这些内容都非常有趣，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日本人过度饮食却营养不良。生活即是饮食，我们的身体是由每日的饮食所构成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在意农药、放射能、添加剂、转基因作物等社会毒素，这些物质就会构成我们的身体，结果会导致某些身体的不适，最终需要去就医。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身体不适或疾病都是由饮食引起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饮食是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即使有些人每天3餐都健康均衡的饮食，但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即使我们按照通常的方式去饮食，摄入的热量也常常过多。同时，尽管摄入的热量过多，但营养却不足，陷入隐性营养不良的状态。常见的日本人疾病如生活习惯病、糖尿病、中风、心脏病、脂质异常、高血压、肥胖，以及过敏、胶原病、癌症等，其根本原因都是过度饮食。如果想要健康长寿，我们首先就要停止每天的3餐。这是最近健康饮食视频中的常见结论，也是大多数书籍中提到过的。这并不是说要吃高营养价值的蔬菜，或者购买昂贵的健身器材，只需减少食量并稍微注意饮食内容，这样就能健康长寿。这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方法。有的人估计会说，古代的人一天不吃3餐，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很短，所以我们应该吃3餐。对于这点，我也需要解释一下。古代人平均寿命短的主要原因是婴幼儿的死亡率高，以及外伤等急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他们其实应该是很长寿的。如果您不是处于生长期的孩子或孕妇，一天3餐其实是吃的太多了，请大家记住这一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习惯一天吃3餐呢？作者声称，这绝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不吃3餐就会营养不足。一天3餐的推广是食品行业和营养学者为了商业利益，通过媒体煽动的结果，通过煽动不必要的食物需求而获利。所以，一天3餐被广泛推行。为了您的健康和节省开支，应该开始一天1餐或一天2餐的饮食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下为什么日本人吃得多却营养不足。作者称，大家看一下超市的蔬菜区就会明白了。无辣黄瓜、不发芽的土豆、甜味浓郁的西红柿，这些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无辣黄瓜是指去掉表面白色蜡质的黄瓜，这种蜡质原本可以防止水分蒸发，但由于消费者误以为是农药以及外观不佳，这种黄瓜被改良成了无蜡的。然而，无蜡黄瓜比原本的黄瓜果肉更硬，味道也更差，而且缺乏蜡质中含有的矿物质。不发芽的土豆是指通过辐射处理抑制其发芽，这会导致营养下降和癌症风险的增加。近年来，糖度高的西红柿因为价格高而广受生产者的欢迎，但这也是日本食品营养下降的典型代表。
根据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日本食品标准成分表，现代蔬菜中的维生素含量比30年前下降了20%到50%。例如，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比1950年减少了一半，铁含量甚至只有当时的1/25。这一切都是因为为了外观、便利性和生产效率，而忽视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和味道所导致的结果。过去的农业方法能将微量矿物质还原到土壤中，使得作物营养丰富且均衡，但反复使用化肥和农药，使得作物无法吸收微量矿物质，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即使一天吃3餐，虽然肚子饱了，但必要的营养素却不足，导致了营养不良。同时，糖分过多也是一个问题，大量摄入糖分，即使感觉饱了，也会陷入营养不足的状态。糖类的问题很多，是老化和炎症的原因，还会影响我们的正常思考。有的人说黑糖对皮肤好，所以应该区分白糖和黑糖，但实际上所有的糖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黑糖、甜菜糖、蔗糖、三温糖、蜂蜜和枫糖浆都一样，只是含有少量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差别，糖的危害都是一样的。接下来让我解释一下直接糖和间接糖的概念。直接糖是指通过精炼食物所产生的纯糖块，间接糖则是指存在于食物中的糖，与其他各种营养素一起被人体摄入。像白砂糖、精制白米、白面粉等白色碳水化合物都属于直接糖。即使是被认为营养丰富的蜂蜜、枫糖浆、甜菜糖、黑糖、三温糖等，说到底也是从植物中不自然提取出来的直接糖。另一方面，谷物和根茎类食物虽然含有较高的糖分，但因为是整块食用，可以摄取食物纤维，这些食物纤维会减缓糖分的吸收，使得糖以对身体有益的间接糖形式被吸收。精米后的白米只是去除了所有营养素的糖块，而吃全米可以摄取外皮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只要我们意识到要食用未精炼的整块食物，就能减少直接糖的摄入，增加间接糖的比例。此外，作者还介绍了一种应该积极摄取的糖——粘多糖。粘多糖这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粘表示粘稠和滑腻的东西。提到粘稠的食材，大家可能会想到纳豆、秋葵、山药等，它们都属于粘多糖类。其他还包括泥鳅、鳗鱼、海参、甲鱼等滑腻的鱼类，以及蝶鱼、比目鱼、鲍鱼、牡蛎、鱼眼周围的部分、鱼翅、燕窝等。粘多糖具有增强免疫力、调节血糖、新陈代谢、促进骨骼形成、通过水分媒介强化组织营养补给等多种功效。在这些粘多糖类食材中，有许多都是日本的传统食材，也有很多中式和西式的烹饪变种。我们应该积极地将它们融入到我们的饮食中去。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牛奶的黑暗面。牛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富含钙的完全营养食品，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然而，牛奶不仅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面的影响，危害我们的健康。确实，对于小牛来说，牛奶是完全营养食品。小牛出生时约50公斤，在牛奶的作用下，在短短的3年内可以长到400公斤到1000公斤。因此，对于牛来说，牛奶毫无疑问是完全营养食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牛奶对人类也是完全营养食品。当人类摄取牛奶时，结果可能会导致早熟和早衰。也就是说，虽然身体会迅速生长，但更容易患上各种疾病。牛奶中的乳糖需要由一种名为乳糖酶的酶来分解，但对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说，离乳期后，乳糖酶的分泌就会停止。如果在没有分解酶的情况下继续饮用牛奶，不仅无法吸收乳糖中的钙，还会将其他食物中的钙也排出体外。因此，喝牛奶能强健骨骼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喝牛奶也有可能导致钙的流失，使骨骼变得更脆弱，还会增加蛀牙的风险。
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喝3杯以上牛奶的人，与每天喝1杯以下牛奶的人相比，髋部骨折的概率会高出60%，总体骨折率会高出15%。此外，牛奶不仅会削弱骨骼，还含有高浓度的天然生长因子 IGF-1，这种因子会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尤其是基因改造牛奶中的 IGF-1的含量很高，因此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饲养的奶牛所产的牛奶中含有生长激素、雌激素、抗生素和固氧化脂质，牛奶增加了与性激素相关癌症的风险，这已经在多项医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然而，作者称，尽管牛奶对身体有害，许多日本医学家对此却竭力否认。牛奶仍被包装成对健康有益的产品出售，这背后必然有着其推动的原因。牛奶健康论最初起源于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美国为了在日本推广面包消费，从而销售美国的小麦，但面包和日本传统的味噌汤的味道不搭，于是牛奶成为了搭配面包的最佳选择。因此，他们宣传牛奶是一种完全营养食品，有益身体的健康，并将其纳入学校的午餐中去。在战后美国的占领期间，担任保健所营养师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是乳业的专职营养师。此外，日本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乳业公司所制作的。当时手册中明确指出要喂婴儿牛奶和奶粉，封面上印有着日本知名乳业企业的广告。这一故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府和乳业界是如何努力推广牛奶的。接下来是第3部分，食品添加剂的黑暗面。大家是否经常在便利店买便当吃呢？在办公室区的午餐时间，很多人都会走进便利店，拿起便当和各种饮料，然后排队去结账。如果您希望健康长寿，那么现在就应该脱离那条队伍，重新审视一下您的饮食习惯。您可以拿起一个便利店便当，请试着读一下上面贴的成分标签。您肯定会发现成分表上列满了各种食品添加剂的名字，甚至可能多到让您读得舌头打结。据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食品添加剂种类超过80种，而其中大部分是石油精炼物质。下面是一些常见的食品添加剂，比如作为食品防腐剂苯甲酸钠、抗氧化剂 BHA、BHE、调味剂谷氨酸钠、防腐剂山梨酸及山梨酸钾、发色剂亚硝酸钠、各种色素，以及作为增稠稳定剂的卡拉胶等。关于这些添加剂的危害性，这里我将介绍3种添加剂。首先是谷氨酸钠，这是一种在便当和熟食中常见的调味剂。谷氨酸钠被认为是导致精神疾病、癫痫和内脏脂肪增加的因素，并且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其次是亚硝酸钠，常用于火腿、香肠等加工食品中的发色剂。当亚硝酸钠与山梨酸等防腐剂发生化学反应时，会产生被怀疑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最后是色素，用于鲜艳的腌萝卜等食品中。这些色素不仅致癌性高，还容易引发过敏，这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如上所述，添加剂是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外观和口感而添加的，对健康只有负面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了补充便当中的蔬菜不足而常买的沙拉。那些装在杯子里的切割蔬菜总是看起来非常新鲜，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在通常情况下，蔬菜切开后会变黑或枯萎，但这些杯装的沙拉却一直保持着新鲜的颜色，这是因为它们经过了防变色和杀菌消毒处理，看起来才会一直新鲜诱人。切割蔬菜通常会浸泡在具有强力杀菌效果的次氯酸钠消毒剂中进行防变色和杀菌处理，有时还会浸泡在 pH 调节剂中以保持脆爽。pH 调节剂是一种通过调节食品 pH 值为弱酸性来抑制食品腐败的食品添加剂，包括柠檬酸、柠檬酸钠、碳酸钠、磷酸盐等，被广泛用作合成防腐剂的替代物来抑制微生物。
次氯酸钠是一种强烈的化学物质，用于霉菌清除剂和奶瓶的杀菌清洗剂，但在作为切割蔬菜出售时，并不需要标注次氯酸钠的使用，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药品可以作为加工助剂而免于标注。这些处理过的农药残留蔬菜本来营养价值就低，再加上这些处理，沙拉中的蔬菜营养价值自然就会更低。所以，即使您吃了所谓的含20种蔬菜的沙拉，对您的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更进一步来说，还有农药的问题。有些人害怕中国生产的蔬菜，但实际上日本的农药使用量也是世界顶级水平。虽然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农药使用量增长迅速，但在农药使用率方面，争夺第一的其实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常用的农药中，新烟碱类、草甘膦类和有机磷类占据前3名。新烟碱类农药通过结合神经突触部位的神经递质以酰胆碱受体，持续刺激神经，从而杀死昆虫。草甘膦类农药通过阻止植物生成生长所需的氨基酸，是一种超强力的农药，多项研究指出其具有致癌性。有机磷类农药则作用于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杀死昆虫，其中著名的神经毒气沙林也属于这一类。无论如何，长期食用这些沐浴在农药中的蔬菜，真的能说没有问题吗？这些农药在日本的使用仍然受到较为宽松的监管。例如，新烟碱类农药中的一种塞虫嗪，其在苹果上的最大残留限量是美国的2倍，是欧盟的2.8倍；在草莓上的限量是美国的5倍，是欧盟的6倍；在茶叶上的限量更是欧盟的300倍。那么，日本的使用标准为何如此之高呢？实际上，新烟碱类农药被认为与蜜蜂危机有关，也对人类的大脑有负面影响。由于其有剧毒性，许多国家，包括欧盟，已经禁止使用这种农药。一些新烟碱类农药在韩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受到了限制。中国也限制了与新烟碱类相似的杀虫剂伏虫精的使用。然而，日本却在放宽这些被认为危险的农药的残留标准。日本的农民并不是出于自愿而使用农药的，虫害、不均匀的形状和污垢，这些都是自然的标志。但日本的消费者喜欢漂亮的蔬菜，农民不得不使用农药以维持生计。消费者往往会忽视那些形状统一、没有虫咬痕迹、看起来漂亮的蔬菜背后的危害。结果就是追求美观而导致不健康和疾病，这可以说是自作自受。那么，我们日常接触的食品几乎都有风险，到底应该吃些什么呢？作者提出了3点建议。首先是第一个建议，吃应季食物。吃应季食物不仅是因为当季的食物美味，还因为当季生长的作物营养价值最高。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吃应季食物也是遵循自然的规律。例如，现如今的温室栽培技术十分发达，我们在冬天也能买到黄瓜和番茄，但这些都是夏季的凉性蔬菜，冬天食用会使身体变冷，引发各种疾病。因此，吃应季的食物是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接下来是第2个建议，吃符合日本风土的食物。这种理念基于身土不二，即身体与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使用日本的传统蔬菜，甚至意大利餐厅和法国餐厅也使用牛蒡、无茎和萝卜等日本蔬菜。家庭也可以借鉴这种趋势，积极采用和风蔬菜，通过将日本蔬菜进行西式烹饪，不仅不会感到厌倦，还能持续食用适合日本风土的食物。接下来是第3个建议，全食物饮食。您是否听说过全食物的概念？这是一种中医思想。例如，鱼从头到尾都吃，土豆和胡萝卜连皮带叶一起吃，尽量吃全米。通过全食物饮食，不仅能够摄取食物纤维，还能减缓糖分的吸收，以适合身体的方式摄入糖分。此外，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中有各种发酵食品，如味噌、酱油、纳豆和腌菜等。这些发酵食品中含有的乳酸菌
和酵母菌等微生物，都是食物的一部分。发酵食品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而肠道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有效地生成营养素。当然，为了减少农药等社会毒素的影响，适当减少食量，每天只吃1餐或2餐，这样既能减轻肠胃负担，又能让身体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通过以上3点，我们可以更好地恢复传统的健康饮食习惯，减少现代饮食带来的健康风险。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我们摄取到更多的营养，还能更好地调节身体的内在平衡，保持健康和活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